陈佩琪、黄珊珊、蔡壁如也被调查哈，说没有嫌疑，所以呢全身而退。另外，陈志涵5个什么发言人啊，做不是那个什么折扣，什么折扣码什么样的，所以要另案侦办啊。那另外呢，这个林涛一直咬住黄珊珊，说害死柯文哲就是黄珊珊，检察官是双标的哦。那简讯呢，你也不采证。他什么意思呢？他说柯文哲给黄珊珊的简讯有说，微金小沈已给过，不要再找他。另外，他的财务状况不好，他从这句话来咬说已给过，微金已给过，那什么意思？给过了，那之前有跟他要吗？啊，为什么说不要再去找他呢？是有找他要吗？啊，那黄珊有可能是柯文哲跟沈清清的窗口。不要再找他，而且提到已给过，是不是之前找过多次？有没有牵涉到金额？哈，那么这是这个林涛一直认为说，那小草没看到吗？害死柯文哲主席跟民众的就是黄珊珊，还不要求他立即请辞立委谢罪。现在看起来林涛是一口一直，这不是这一次了啊，一直以来就这个很关切黄珊珊的动向哈。那另外呢，还有4大案。除了这个金华城政治陷阱，还有4大案。这4大案呢，这个北市科、南港转运站、雨果市场、台智光有4个案哈。世刚到底这4个案到底怎样？大体怎样？我的了解，很多公务员因为这4个案子，目前都有被传去这个已经在侦办，就是在侦办。那因为市政府对这些事情都是保持的缄默。啊，基本上也不会主动对外去讲这些事情哦。那我觉得这几个案子，觉得比较起人疑窦是雨果市场。雨果市场当初是现在就是6到8成属于减项，但是呢，但是又跟中工说未来要盖的话，还是你在盖。那就跟一般的合约非常，一般人就不敢来招标了。但是在中工还是下去投标了，还是下去盖嘛。那而且等于让他期待是未来的6到8。有了之后呢，还是由他来继续施作的工程，那工程款大概在30几亿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很奇怪，因为不太会有这样的合约，对啊，又是微金小沈。那再来呢，北市科的部分就是为什么就是一个标案参与3个标案，一标分3标，就16、17、18。然后呢，17、18是由星光人寿标得，但是17、18不用计划书。但16金人保标的时候，他必须拿计划书出来。那这个就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又对星光人寿开了一个小门啊？小门，所以你看，这个金人保他标到之后，他已经迅速在改，现在已经地基已经打上来了。但是星光人寿标的17、18，现在还是荒草一片，大家在盯他什么时候拿出正式的这种建造去申请等等哦，他现在还在更改当中，所以说这些事情就跟特定财团之间有一些往来，让人家觉得好像怪怪的哦，整个都是怪怪，跟你过去的行事风格不一样。就刚才讲，就是彭正生，就我们回到刚才，那彭正生没有拿到汇款，那为什么要放？为什么要放？那跟我们去接触的彭正生，在那时候，他基本上是个工程出身的人，对政治上。基本上不太那个去参过这些政治上的事情，那是到底是谁给他压力要放？既然他也没拿钱，那他放了，那是谁给他这个压力要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去理解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查清楚。那再来就是其他的像这个南港转运站也是啊，就是他所得的标金也是比预期中少了10亿。也是10亿，所以这些林林总总，这样让觉得说柯文哲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到底是利益的驱使、钱的驱使，还是你要某些去做关系给你熟悉的这些财团？那中间的部分到底有没有金钱的对价关系，还是你讲只是做球给这些财团们？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柯文哲比较难去出脱的讲清楚的地方。那再来，以后也可以看到柯文哲对旁边的人、亲信的人。我觉得太过相信了，比如说李文娟，你一般稍稍有常识人都知道，你选举不能够把这钱 A 归 A，B 归 B， 不能 A、B 通通混在一起。他自己2014年也选过，2018年也选过，他周边的像蔡壁如等等，过去都帮他处理这账的事情。那为什么
这个李文忠出现这些事情之后，你所有身边的这些市井机制，通通失灵，还是你那个时候就开始偏听，我只听我自己想听的话，我想办法去做搞钱。那刚才你说像说他叫他去变成一个刘太英，但我觉得讲这些话我可以理解，因为柯文哲讲话就是这样子嘛，他常常说自己是雍正。自己是雍正，把自己比喻为皇上，所以但那种比喻也许只是一种口语之间的比喻，然后未必是叫他去真正变成刘太英。这个刘太英呢，做事呢也比他们聪明的多，也不会搞成这样。所以这不管未来啊，这案子会怎么走，我觉得对于柯文哲来说，政治生命都是一个很大的重创。晚会。我觉得大家前面讨论这么多，其实非常清楚了哈，就是这一次的北检的办案哦，其实刚刚几位来宾都特别提到，就是这个侦查不公开的部分，因为其实司法要让大家信任嘛，那你这个部分办到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让大家信任，所以其实我是蛮希望今天晚上哦，北院现在已经确定了哪几个法官要来处理这个事情，就公开审理嘛，让我们有个机会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些相关的证据，柯文哲本人是怎么样来做一个回应这样子。那我觉得在人设上是很清楚的，就是崩坏嘛。我觉得我们都要承认，他这种打法不崩坏也很奇怪。当然，我们的小草们很气愤呐。我刚刚还在看我们的这个小草群，因为很多人想要冲来这个台北这边哦，各地都是。因为今天早上相关的媒体，尤其是绿油油的部分，在问黄国昌的时候，就明明白白的问法，他不是讲求刑28年半哦，而是问说他已经他被判28年半，这种问法是完全不同的。明天早上早报出来，标题怎么下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目前是无罪推定的状况之下，他会怎么样来下标？如果是照律有这样的问法，他就是一副就把他定罪了嘛。现在就还在审理当中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哦，这个接下来刚刚这个伟山代表民进党，他是民进党发言人，他说这叫前菜啦，我就听了心里一沉，那表示今天晚上我们就是不容乐观啊，真的是不容乐观。没有，这不是我说的，这检调就其他就还在查，这也不是我说的。那伟山。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委员这边还在替民众党自己来做辩护了。那当然，身为同党的同志为自己的主席来做辩护，当然也是应该的。不过，当然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其实我们看到民众党的这个支持度持续在下跌哦。那大概现在剩5%。那不可否认，一定还是有铁粉，也是还认为说这个还是有这个转圜的空间。那这个我们也都是尊重的。那我想，因为每个人在民主自由的国家有各自的立场，我相信也都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问题。说实在，我们看到民众党像民进党或国民党也不会发生这种政治现金这种移来移去，或甚至是拿来挪用，或甚至是还会有这个折扣嘛？可以把这个卖出去的小物来转嫁成其他的钱放进自己口袋的状况哦。所以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两大党都不会发生这个状况，但民众党却发生。那确实这跟当初阿北自己所说的公开透明就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年轻人都很伤心哦。当然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民调就一定以往哪一个政党变成新的支持度，其实很多人反而是不表态了。那反而就是说大家的那个伤心程度其实是在的，因为我相信很多支持柯文哲当初的年轻人，其实很多可能当初认识他的时候可能都只有国小哦，那时候可能才10岁，等于才刚开始接触政治的时候受到柯文哲当初对于这个新政治的号召的感召。可是其实后来发现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跟他所说的完全是相反的，甚至跟这个所谓的这个财团其实都挂钩在一起哦，把这个市民的很多的财产啊，甚至是土地啊，然后来拿去做一个财团的分配。那我想这些都是非常痛心的。那当然检调这一些被民众所检举、所查的部分，我相信检调后续应该还会持续调查。我要再说的是，检调并不是什么秋后算账，检调如果没有去调查，代表他们渎职是有问题的，因为民众就是已经有告发。那我们当然也是呼吁，就是检调可以详细的调查，那不要忽略，那也不要特别去恶意的去做任何的攻击。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柯文哲今天被起诉了，到底他家人的反应怎么样？我们看一下。
就怕小草聚集抗议发生冲突，北检外警方主动20名警力到场维安和交管，还大阵仗架设巨马。不止小草难接受，柯文哲妻子陈佩琪才到自由广场排字许愿，柯文哲平安回家。如今愿望恐怕很难实现。我希望我们的民众党的党主席还有我的先生能够平安回家。眼看丈夫被囚刑28年半，心情当然难以平复。柯爸爸他其实生病的状态，所以柯妈有很长的时间都必须要照顾柯爸爸。那另外呢，佩琪医师前2天他去这个排字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他的状况。那当然呢，这个先生被羁押了这么长的时间，肯定心情是非常复杂难过的。当然他也说了，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司法应该是还人公道的，而不是押人取供的。陈佩琪侦查期间3度被传唤到庭作证，还被查出多次以 ATM 连续存入数百万元现金，一度被怀疑可能沦为共犯。检方26号侦结，只将他列为证人，没有列为被告，暂时安全下庄。而挂念柯文哲的还有柯妈妈。我是因老母，我唔知影伊什么性质。阮老探的代志，阮绝对无的啦。至今仍常跑医院照顾生病的柯爸爸，对柯家人来说，这年恐怕不好过。那玉珍委员，我刚刚听那个民进党发言人，他是这样说，他说就是有这种，因为有些举发嘛，所以检调档案应该勿枉勿中要去调查嘛。那我就想到说，这个因为柯文哲这一次有一个就是他的木可公司贩卖这个商品哈，贩卖这个竞选小物，然后就被认为是没有归到政治献金了，这个是侵占嘛哈。那我看到说吴怡轩啊，这个是民众党的吴怡轩啊，他不是公开举发过吗？说自由时报在2016有报道啊，前总统蔡英文的竞选总部的小鹰商号有卖纪念商品，应该这是事实嘛？我们都有开发票，那个自有开发票，那个钱是进到政治现金专户吗？相关的都一定是按照法律去办理。有进嘛？然后第二个，他还讲说，这自由时报报道，这个吴怡轩说，连中国游客都在疯抢，所以业绩好，商店人还说业绩好，中国人多，所以你们有开发票给中国人就对啊，那些大陆来的人啊。不是我们一切依法办理。大陆人政治现金是违法的。对啊，你开的是真金收据还是发票？你怎么可以开发票？这些你要开真金收据，要怎么可以开发票呢？如果是一般营利行为开发票，小鹰商号有分2个部分，你要看它到底是在竞选总部内的，还是在外面。所以如果是蔡英文的就分竞选总部跟竞选外，如果是柯文哲就不管在哪里，就全部都是应该是。不是很多，我们看到有一些其实它不是正版的，它就是在我们的活动外面。不是，这个是自由时报报道，一定是正版的。我想自由时报自己报，就是以正版的来讲嘛，你们说的是开发票嘛，他已经说开发票，那照说是要开政治现金收据啊。那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很疑惑，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在国家要有一个标准哈。蔡英文也选过总统嘛，柯文哲也选过总统嘛。那这个对政治现金跟这个竞选，因为这个东西要搞清楚的原因是说不要说有人做这件事情没罪，有人做事情有罪，对不对？那不然就是树立一套标准，都有事都没事嘛。那以后后面人要好遵循嘛，因为法律最重要讲的是制度嘛。所以这个吴怡轩有公开举报，我们就看北检会不会办了。吴怡轩是公开讲的哦，他说而且自由时报报道也不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很欢迎他去按铃申告，没有问题。身为一个执政党，不是等人家去按铃申告。按铃申告这件事情，我们听了是绝对不信的啦。就像疫情期间，你们到底有多少问题？口罩啦、疫苗啦，我们去告了38件，全部签结，一件都没有起诉。我觉得北检应该这件事情上没有都有查呀。你看，像比如说我们在看到农业部的部分，其实也都有查。告诉代理人，那是不是我们连传都没有被传？我们提了告诉状，一次都没有被传。我觉得民进党如果是用这种说你去检举我来这种心态来对社会大众是比较不对的。你要就是说，我们刚刚在讲就是，我是说小英商号这个事情，民众党有4大案嘛，那是民众去检举成案嘛，任何案都是一样啊。我知道，就是你们去按铃，他也会成案，成案会调查的结果会是签结还是不签结？这我也不能苛责民进党哦，我没有苛责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对这个要求是比较低的，这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讲的是北检，北检你有没有简报去办啊？没有，那个发言人说一定会办，我们就想一想，这次大法官被提名人，然后刘静怡只是曾经质疑过蔡英文的论文，民进党全党封杀，所以我们怎么可能相信会办呢？不可能办的嘛。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就
因为同样有这件事情发生，那个2个标准要一致啊。这个不管是对哪一个党都一样，民进党、国民党这个都要一致啊。第二个没错，就去调查。没有，我觉得第二个没错，我知道很好。不是，我就有问题就没问题。我知道民进党标准就是你不去告，我也不用弄得清楚。好，反正因为检调也不会主动来查我。如果检调的话，你要公正，你对于民众党的主席是这么办，那对于民进党呢，你是不是也应该简报嘛？检察官常简报侦办啊，也应该去查。我不是说查了一定会有事，说不定查了就证明说，蔡英文做的有多好，你看柯文哲做的有多差，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要标准，这是对社会大众对司法的期待是这样。今天小屋这个事是一个案外案，不小心不是调查，不管它是案外案，不管是案内案或是案外案啦，就说你的标准是说，我民进党标准就是说，因为你是发言人嘛，我民进党标准就是说，你就去告我啊，你不告我不会去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所以你们应该说清楚啊。刚你也说了，开发票，你不要超译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说有疑虑 ，OK， 没关系，就是调查。他已经也说是开发票了，对我们来说，木可也应该是开发票的嘛？那木可为什么会有事？我是想不懂这2件事情有什么不一样了。如果木可有事，小英商号为什么会没事？我不懂然后中国大陆人有小英商号卖东西后来钱有没有通通？然后现在他说开发票没有，他说开发票，他都已经公开说是开发票了，那怎么会是政治现金呢？他开发票也可以进入政治现金户，他有没有见到政治现金？可以这样子吗？那就要说清楚嘛。他可以整个公司说我在这个钱捐钱就是全政治现金，哪里可以开发票？政治现金就是要开政治现金啊，收据，对啊，怎么开发票？因为它是公司在卖，统一发票，所以公司卖的就是以公司的营业嘛，公司不能卖了营业说我是用政治现金，它是公司的营业嘛，所以我在想说，你一个公司卖东西出去，你公司要开发票，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查清楚，让大家知道以后怎么遵循。而且柯文哲的 QR code 就直接连接到他的账户，但是他的卖的钱有没有通通变政治现金，还是还留在他那个账户，或是变成个人使用？以后这个要查。所有的政治知道怎么做。另外还有一个要查的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有问题，就是很多中国人买。如果政治现金是不能中国人来捐的，对啊，那也有外国人、中国人不行，那个是违法的。商店人还说业绩好，中国人多，这个是自由时报报道，这应该不是假的。因为今天如果你选举的捐钱，接受中国大陆人捐钱是违法的，是不行的。有没有办呢？当然当初现在小牛，我顺着这个往下讲了，我觉得这关键。到底说把事情说明清楚，因为我认为就募款小物这件事情是在最近几次的选举出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收了政治现金之后，我弄了一个回馈品，它可能是小东西。我不瞒大家说，我自己在选立委的时候，我是卖牛肉面的餐券，就是说你捐钱，你可以来我的竞选总部吃碗牛肉面，我跟你聊聊政见。这样，那我们那时候光是为了在想说这件事情怎么样符合政治现金的规范，就让这整个计划推迟了整整3个月。因为你不能流动，不能贩售，然后你中间大概开的发票还是收据，所谓营业场所，它其实很多地方要顾虑的。那么刚刚玉珍委员提到所谓的这个小英商号，我认为民众党在推出木可公司的时候，应该或多或少有参采前面的经验。他不太可能自己去发明一个东西，然后就假定这个事一定不会有法律上的问题，他一定有一个模板可以参考。那最接近的模板，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小英商号。那么换言之，到底他到底是开发票，还是开政治现金收据？它的金流的状况是怎么流动的？它这些钱到底有没有花在选战上，还是有部分的变成了工作费用，或者是私人的口袋？我认为这个也许会是民众党未来在针对政治现金的侵占的问题的抗辩里面，他会举出来的例子。那我觉得就看有越多的资料的曝光，然后标准，我同意玉珍委员的看法，就是标准要一致。对了，如果标准不一致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法律上可能要么就都有事，要么可能就都没有事。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说柯文哲这个方法啦，就是说我自己成立一个木可公司，然后由木可公司跟竞选总部收取我的肖像权的授权金。收取肖像权可能是对，这个是应该是兄弟所独创啦，哈，以前没有做独创，然后收了1500万的授权金以后，再把450万挪到自己的账户里面去，然后其中244万拿来买股票，这个应该是中华民国选举史上兄弟所独创第一个看到案例啦。好，我想没有政治人物这样玩的。你有听过哪一个政治人物说他有肖像授权金吗？这太夸张了啦。对啊，之前就是政治人物自己卖东西就自己收了，然后变成政治现金，没有再去成立一个公司了。就那个小英商号也是公司，可能从小英商号开创，小英基金会这里面可能也有角色，所以我觉得刚刚你们应该去学习，了解一下到底人家怎么做。所以玉珍跟刚刚小牛委员讲，然后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他说没有人举报，你们民众党都在睡觉。不是，如果说小英商号这一套是正确的，那以后我们所有的政治人物就学习嘛。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你反过来讲，如果柯文哲是错的，你们应该告小英商号去追。对，这也是啊。但是那现在就是要有一个标准存在，我们只是说要有一个标准，不是说一定谁是
谁是有罪了，或是有犯罪了，这个我们要了解了。他就说不要有2个标准了。对，标准同样，以后大家发言的意思说没有人去追究这个事情嘛？对嘛？有追究去讲嘛？追究是好。休息一下再回来。去研究一下。好吧，现在柯文哲被起诉了哦。北检说金华城屋龄只有19年了，哦，但是你用都更去给他多容积率这是不法的那柯文哲曾经跟小草说，我不知道金华城容积840了。那北检是说他其实是知道的，他怎么会不知道？开那么多次会啊等等，还有呢，他这个林周明啊，前都发局长也一直跟他讲说，这可能会牵涉到图利嘛那另外呢，郝龙斌时代都不敢给啊，承受多大的压力都不给那你会不知道吗那蒋万安说到时候要看起诉书，然后依法办理了那因为有人说应该把他容积奖励撤掉，有人说应该停工那李四川说呢，如果他放弃20%的容积奖励，就可以走下去。一种是交代金，有人说，但是现在价钱跟当时不一样了，代金怎么算那这个台北市议员颜若芳是说，金华城应该停工，否则蒋万安就是重放不法那另外呢，这个说当时呢，这个有人不同意这个金华城的案子呢，柯文哲还大发雷霆，丢笔，还把这个主管给他换了所以呢，后来这个检察官起诉书说北市政府就变成一言堂了那后来就没有人敢有不同的意见了那另外呢，这次因为说有便当会嘛，他们不是办便当会嘛，说便当会是不是有弊端呢应小薇什么便当会，李虽然说是人说这个我不会因为议员带个人找我就会发生弊案这人的问题，不是便当会的问题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容积这个审议就是违法的，所以亡羊补牢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停工金华城。开了金华城案起诉书之后，民党台北市议员接力喊话该停工了，因为起诉对象与内容都明确涉及金华城都市计划决策。停工会是选项吗？我想我们都已经成立府级的跨局处小组，也是由李四川副市长担任召集人。我们也会针对如果起诉之后起诉书的内容整个案件事实到哪里，我们就会采取相对应的作为。府级小组成立将以起诉书当作依据，蒋万安强调一切依法办理，其中就是锁定柯市府时期额外批准的20%容积奖励，另外加上30%的容积转移，共让面积市值增加400亿。主动强调这20%是选项之一。行贿、收贿以及图利的部分是非常明确的。我想，台北市政府也不容继续再放纵这个柯文哲或者放纵金华城，是否要直接要求未经变更设计？从26号起2周之内，北市府将做出决议。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呼吁顶越主动放弃20%容积奖励，才能让金华城继续走下去。但蓝议员却认为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是顶越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一份都市计划的变更是势必要撤销的啦。那这个建造也要撤销的，整个金华城的停工，我想是一定会发生的。只是一旦停工，影响甚巨，如何找到平衡点，考验北市府的应变能力。来，这个叶律师做过台北市的法制局长嘛，法规会主任。那检察官只是起诉，法院并没有定验，那这也是要立刻处理吗？市政府应该是说，市政府本身有独立调查事实判断的权利。好，那一个行政处分做出来，理论上你是不能够随便撤销的。好，那除非呢，其中一个可以被撤销的情况就是，如果你行贿。好，这个做成的行政处分是基于行贿或者你错误的表示内容。那本案检察官现在已经起诉了嘛？那我们其实看到最早郝市府的是在坚持这个地方的容积应该是392，柯市府拿了210万以后是把它从392调到560，这边给了210万，后面那个1500万是到678。好，所以其实就是涨了非常多，涨了2次。所以柯文哲这边其实检察官里面还有说。柯文哲有在抱怨说，小审要讲就要一次讲，怎么已经给了560，你还要再涨到678？好，所以其实有2次的一个过程。好，所以从这个，因为你有了这个容积率，才会有后面的建造。好，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其实蒋市府他独立调查的结果，如果相关的官员的确有陈述这样的过程，他的确有空间去把这样建造给撤，就跟法院无关了，他自己的行政，他自己的行政裁量就是。不是，可是
可是我认知不大一样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就是说这个无罪推定嘛，就是他被起诉。不等于认定事实，就这样的，对不对？有没有？如果被认定以后，没有认定的确有行贿，您刚说那个行贿的这个基础吧，发了这个东西，那这个行政处分是可以撤回。那这当然是在确定有这件事情以后，那现在任何人被起诉都是无罪推定嘛。那确定有这件事情以后，确定这个事实被巩固了以后，你当然就可以。怎么市政府怎么能确定他拿了钱？那如果确定这件事情以后，当然不管他审多久以后，那当然即便这个金华城他一直该做，市府还是可以用这个来对他做强制嘛，对，因为他是不法所得嘛。两件事就是他有没有罪，对啊，他有没有罪是一个事实，但是他有没有行贿这个事情是市政府基于行政机关的立场可以自己去判断，并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刑事判决确定以后，因为对方一定否认行贿嘛。但是我听说市政府怎么判断说他已经拿了钱？是什么？那这个部分事实要判的才知道。如果市府比如说都发局建管处如果要撤照或废照的话，他也可以透过政风处或直接去询问朱雅虎嘛。好，朱雅虎如果他对啊，我们那时候有送钱，然后就送了210万，所以从392变成560嘛。好，然后如果其他的人也承认说这个后面又如何，所以从560变678嘛，是另外一个行政调查就是的，是另外一个行政调查，因为要一个事实基础才能做不一样的行政处分，对吧？是。但他这个事情其实3个月前就在讨论啊，其实大家几个方案，第一个就是鼎岳他自己去把那20%给拿掉，就退回到560。那他原本在这个830的时候，他是变，就说19层变17层，变17层，为什么至少2层？它是很广的面积啊，它不是说单栋楼，它是好像有3栋楼还是这个一个建筑群啊，2、3栋楼在一起的，那个是办公楼，所以这是他自己基于对一个社会认知，对于他这个工程还能进行得下去，其实鼎岳自己去做这个方案，就是他把他这个照呢撤回，他重送。大概中间的行政大概就4个月左右，4个月之后就可以完成。所以我觉得鼎岳当时也许心存侥幸，也许在看这案子的发展，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之内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行政程序。所以我觉得以这个目前来说啦，其实大概意见也分2种。如果说你那个停工持续停下去的话，那边大概以后会变成一个都市废墟。现在是停工吗？现在基本上是停了。因为因为这个每一层盖的时候，要市政府要给予监管处要去看，对，要勘验嘛，那基本上就停在那，就不再给予勘验，它等于就实质停工了。那如果这样一直实质停工下去，那个对于附近的都市发展也不是一件好事啦，也不是好事。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鼎岳要自己思考一下，要想一想，怎么样在大家的舆论跟现实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部分。那至于有部分有人说，那我是不是比如说我再缴个400亿？那这样的话，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没办法接受，那等于就用钱买正义嘛，对，不行，用钱去买违法。那以后的事情，我就先违法再说，之后我就缴代金400亿也好，500亿也好，我就缴过去，这个大家没办法接受了。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如果已经盖好了，只有用钱来赔了。对，因为他现在没盖好，没盖好，我觉得还有空间去做处理啦。所以我觉得鼎岳自己要赶快去做这种主动去做这个事情。江牛。我觉得它分3种啦，一种是强势处理嘛，好，就不管是现在比如台北市议会有一些部分议员的主张，或者是刚刚这个叶律师的主张，也就是说我基于自己内部的行政调查，我找到了可以判断的依据之后，我就明快的做出处理，这是强势处理。那另外一种是保守处理嘛，也就是说等官司全部定验之后，由法院的判决来做依据。那中间介于的2者之间，大概就是思刚议员刚刚讲，他其实就是协调处理嘛。为什么要主动劝退鼎岳，让他自己退场？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找到这个支点，万一他负隅顽抗，又跟你打行政诉讼，他可能又是另外一条漫长的路了。那当然就看蒋市长的决断。我认为他有强势处理的条件，原因是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在今天的起诉书中，我们先不管那个收钱怎么回事，至少在这个整个公文往返的过程中很清楚了，就是说本来台北市政府的都发局的官员是有做成说这个跟法律应该是有些汉格，所以他不建议再去做调整，而且官司打赢了，对，官司打赢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开了便当会之后，最后裁示是丢到都委会嘛。那在那一次的都委会的审查里面，大部分的外聘的都委都觉得不妥了，所以他其实在从道理上来讲，你去放那个容积是非常非常有争议的一件事情。而且后来反对的委员都被换掉了。对，所以这点我真的不懂啊，就是说这个是有空间的了，知识体大，对不对？而且精华拆掉再盖，这大家都在看这个案子嘛。
柯文哲为什么会放水放到这个样子？我是不懂的。而且你的前任郝龙斌都不准嘛，只给392嘛。他连宋楚瑜的千金建筑师是那个都委会的成员，就发表反对意见。宋正迈也把他换，就是他没拿钱哈，我们现在不管，就是他没拿钱。那你一个市长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现在想不懂他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呢？一般人都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何况是柯文哲呢？有一种说法就是，当然一个是他拿钱，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柯文哲这人就是觉得说，你们不行，我就可以，我来搞定，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说法，但不晓得到底是哪一种啊？那如果说这一次查下去，就发现他真的是有拿钱，那可能就不是说他自己这么的英雄主义啊。但是目前因为那个部分还要走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你就不晓得他是不是英雄主义作祟。不过我也是同意，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不管是整个的台北市政府，或者是整个的民众党，他都必须要开始启动善后处理的这个危机处理的机制了啦。你要等到台湾的司法走完，你那个大废墟就放那个是一个精华地段你让这边就这样空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不是道理。所以呢，不管是强制处分也好，还是继续去跟他们做协商也好，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威金，对于金华城来说，你已经让整个社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了。其实至少在朱家湖的这个污点证人部分，他已经承认行贿了，你已经把这个事情搞到血流成河了，在真的你搞掉了一个在野党的党主席这不是一件小事他基本上柯文哲已经跌落神坛了。你这个时候你还要硬要你那个20%有道理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就一个企业的形象来说，你本身行贿就不对了。现在只是说法律要继续走到底，到什么程度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是真的该处理。那同样，我觉得对民众党坦白讲也是今天当初这个柯文哲从监狱里面送出辞职信的时候，我相信他自己大概也知道某些状况，所以呢，就算现在过年前这段时间，因为现在到底积不积什么事情的。还有一段气氛情绪上面必须要去平复，但对民众党来说，接下来这个官司它是一路凌迟下去的这个就是包括这个案子之外，还有很多待续的、未完的、要后续侦办的，这个一定是就是一路这样的搞下去。所以对于这个民众党来说，他怎么样子要能够巩固一个真的是没有柯文哲的，因为柯文哲他就必须要自己去面对这个司法，没有柯文哲的一个民众党，还能不能够说避免团灭？党面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对民众党来说很重要，对台湾整个政党政治板块，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叶律师就是金华就是他们还能怎么顽抗，有什么理由来抵挡？他其实如果台北市政，当然蒋市府到底会不会采取断然措施不一定啦但是如果真的撤照了以后，原则上撤了就撤了，那他当然可能就会打行政诉讼，然后或者说要定暂时。但是行政诉讼不影响执行嘛，对不对？对，不影响。那除非因为我们一般要请行政法院准许说暂停执行，这个非常的困难，所以基本上要准很难啦。那我刚刚就在看说法务局的意见到底是什么。其实，在开都委会的时候，市府法务局的代表就直接说，都委会没有这个权限超越法规去给予容积奖励。所以其实当时市府法务局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那居然还可以硬干，我实在觉得蛮神奇的。对啊，法务局等于是柯文哲的法律的咨询嘛，依据判断依据，幕僚或是主管嘛，对不对？那照理讲应该听但是法务局的意见怎么样？如果法务局反对的话，这要很谨慎才对啊。所以这点我也始终想不通这个道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回到大法官因为7个人都被灭了团灭那尤其蓝白不稀奇了民进党也不支持刘静怡就很奇怪了，对不对？是赖清德提名的然后呢，刘静怡就说：“你们说我因为网络上有骂他卖台亡国了我就告诉你这个学者是不能骂的因为学者只可以骂别人，不能跟别人骂。像我们那个常常被骂也就算了反正也就习惯了。学者你骂他很气的，你说他。”卖台亡国，你不乱带报纸，你蓝营的政治人物常被他讲卖台，怎么卖台等等也就算了，反正没有天天讲。你说刘静怡卖台亡国，他当然很气嘛，这很大的帽子，叛国所以刘静怡说，那如果说我是卖台亡国的话，赖清德不是有叛国之嫌吗？他为什么提一个叛国人？卖台亡国就是叛国嘛，叛国罪对不对？那他为什么提一个叛国人呢？那他不是也有叛国的这个嫌疑嘛？他没有说他就是叛国。还有他讲话还比较保守，这是嫌疑吗？有这个嫌吗？那青鸟也不满意，说柯建铭不下台，
就是把赖清德变成光绪，变成一个无能的皇帝。哦，刘进很高兴转发，不是高兴的，就是觉得有道理吧，就一直转发。哦，说这个，而且人家建议刘进怡去写自传，他说我从柯建铭写起嘛。哦，那另外呢，这个因为他连发25个，就人家给他的文，不是刘进怡自己的。就人家很多人就安慰刘进怡啊，给他一些意见，他就分享给别人哈。柯建铭说：“还好他大法官没过，这样可以当大法官吗？”这也不通嘛。他是因为被你们干掉了，心里很气，这是很大的羞辱啊！你提名了他以后呢，你还不支持他，而且你民进党如果通通不支持也就算了，蓝白不支持也就没话讲了。就现在白的支持，绿的反而不支持，而且你其他6个人也都支持啊。你只有刘进怡不支持，对刘进怡来讲，这情何以堪嘛？你自己想想看，当事人会怎么想？哦，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去打电话给这些提名人，一个一个这样去跟他质疑一下嘛，我们提名你，抱歉啊，没有这个通过啊，这样啊，也很抱歉啊，等等啊，以后也许还有机会啊，等等。那刘进怡就说不需要找人私下成，找人私下跟我讲事实上找人私下干嘛呢？哦，那另外呢，这个王世坚是说呢，他适合当网红，英粉跟他血海深仇，因为他讲蔡英文论是假的嘛，所以蔡英文的支持就很气嘛。啊，那你什么意思呢？但是问题是蔡英文的论文的确是有很多地方有疑问的嘛。对，所有那个受过正统学术训练的，拿到博士都会觉得很奇怪，那论文怎么这个前后有点奇怪嘛。都有质疑啦，只是我们就觉得说，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伦敦政治学院至少他好吧，他认证了也就算了哈，因为你也真的提不出具体证据，但那个论文本身是有很多疑问了啊，所以呢，刘进怡就讲了，就轰了啊，那所以轰了以后，英粉就气嘛，一定是这样嘛哈。那这个3大法案呢，这个宪诉法、这个财政事务划分法跟这个另外一个什么法？那个选罢法、宪法诉讼法、这个财划法3大法呢，本来是说有人建议总统不公布啦，有人建议行政院长不附属啦，但是学者都是不行这样子。哦，你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呢，赖清德说呢，总统府说赖清德会依法公布，只是他当然还可以有一些救济方面，比如他可以申请复议啊，哦，那他甚至还要去释宪呐，哦，这暂时停止啊，哈。这是他的权利了，哦，他可以去这样做的哈。那就是说，本来说要复议，希望立款完了，那复议没用啊，你立法院的人也不够啊，难道复议再打一场吗？打一场你也不会赢啊。哦，我看现在蓝白也不怕打，打就打嘛，打也不见得会输啊。哦，现在人也比你多，而且好几个会打架的人，我还有好几个很壮的啊，在里面哈，所以也没有怕你把陈奕迅，没有怕，有勇气，也没有在怕哈，所以呢，他真的这个真的要复议要再打一场的话，也不见得会还是会过的哈。那蓝委说大法官又去搞就是释宪，啊，大法官变成民进党的法制局的大法官，你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不是。愤怒甩门，刘进怡用行动表达不满，被封杀大法官人事后，这也是他首度在媒体前公开露面。我们今天要开我们自己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学门的记者会，是要委员的这个言论，然后还有王新中委员说你是网红，不是红当大法官，您的想法是什么呢？相较在脸书频频发文，刘进怡什么都不说，是因为想说的都在脸书上发表了吗？看看刘进怡的 po 文，不是痛骂绿营正在假讯息作战，把他没说过的话塞进他嘴里，不然就是怒呛民进党自己连转贴文的自由都没了吗？甚至还回呛说他情绪失控的吴思瑶是因为霸凌案太多，所以特别爱用这术语，一直在脸上跟陈掐舌战。我来回答一样的问题，我回答。连发25篇的脸书。还好，我们看到这样，大家都还好，没有提名他，已经疯狂了。这种人可以当大法官吗？一句话打到底。毕竟此刻绿营立委上下对刘进怡同仇敌忾。不过刘进怡是在爆料，总统府秘书长曾打给他澄清，而且一讲就是10多分钟。这是否也在暗指潘孟安前一天没吐露实情？你要总统澄清是这个秘书长打电话给你吗？因为秘书长嘴不愿承认这件事情。刘进怡对民进党的怨气一览无遗。
来，这个发言人伟珊你怎么看？是，像我觉得刘老师他被提名，当然就我想他对总统来说，他有他优秀的那一面啦。因为我们也知道他的学经历都非常丰富，也是台大的教授，那这个学生也非常多。那在这个法界，他有他一定的这个威信。那当然，立委们他也有各自的考量啦。我相信立委就是倾听民意。那我想他也听到很多他们认为可以或是不可以的这些地方。所以其实他有优秀的地方，但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那所以当然综合判断之后，民进党的委员还是投下了反对票。那我想这个并无碍于总统认为他本人的优秀啦。那我想其实他也算我的老师啦，我也上他的课。那我想刘老师对于这个法律的一些见解，也有他一些很独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他对于学生也是非常用心的在教学。那我想身为学生都一直很感谢他对我们的教导。那只是说就是真的是我相信他的情绪当然在一时之间当然是很难以去接受的。不过就我想其他的大法官其实也同步都被封杀。这次被封杀的当然在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个共同投票之下，其实其他优秀的人才也都没有就是被大家去遴选出来。那我觉得非常的可惜。那我觉得最重要其实还是希望就是未来在立法院还是有机会可以通过下一批的大法官的提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宪政制度很重要。那没有大法官来进行审理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如果出了问题，其实没有办法依靠这个制度来解决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冷静，那一起重新讨论，那把最好的人选可以送上这个大法官的席位。王慧哦，民众党当时怎么独具慧眼就要通过他了？我记得我在人家说他们被你们害到了。没有，我在这个节目上，其实我一开始我就讲过，因为我仔细看了每个委员在质询这些大法官的时候，其实我跟刘静我不认识哦，但是我当时的推敲，因为我觉得姚立明的这个发言真是让大家真的是吓呆了这样子。但是这个刘静他最少是你问他什么，他回答什么，因为我看到玉珍的相关的一个质询，我觉得他其实是非常直球对决。那民众党其实在这个投票之前就讲得很清楚嘛，哈，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大法官的人事权，我们会怎么投？第一，要能够不分党派；第二件事情，他要勇敢的能够就批判这个相关的一个事情；第三，就是说他要尊重我们立法院的一个立法权嘛，哈。所以我其实当时我自己在猜，就1到2名的这一名就是刘静怡是有可能会被民众党团通过的，因为我觉得他最少敢说实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但我可以回来想，就是说民进党为什么对他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可能会讲出太多大白话。你如果看到他这2天转传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吓坏党内的人，心里想说哦，合理嘎仔。来玉珍，大家怎么看？我咨询他嘛，我咨询了3位大法官的这个人选哈，那的确我对他是印象是非常好的。哦，我那时候。我们国民党为什么没有支持他？我一样讲，我特别还跑去跟他聊天，因为我觉得不管我问他什么问题，他真的都是很坦率的回答。然后我就不管问他，比如说他也批评过管校长嘛哈，那也批评过那个谁蔡英文的论文嘛哈。然后我林志坚论文他也批评过。对，还有前面那个就是骂了那个前面一个王义川。对，前面委那是前面那个委员问的，前面委员那个姚林今天我前面咨询就问他说，那王义川说那是你说他很蠢，是不是还是这样？他当场就他在我前面，我在前面听，他当场说对，他现在还是这样的。我说哇，这个人真的很有 guts， 我觉得他还很不错哈。那后来我后来是在党团我们有讨论的时候，我说因为我有负责咨询他，我说我对他印象不错啊，但是因为他有 face 啊，那党团基于种种大家的种种的考虑，后来是全盘封杀，不然因为就我咨询的大法官，我觉得他是相对是真的比较好的哈，就是让我觉得至少他敢言嘛，这也是我们需要的风骨嘛，没有只骂蓝营不骂绿，反正都骂，他都骂就。那后面我觉得。就是民进党还没有投给他，事实上我真的蛮惊讶。后来我了解一些讯息啊，为什么民进党不投给他？就你说，因为林志坚是论文也被他批评嘛，那林志坚是柯建铭的大弟子啊，那他柯建铭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就民党这次投这个大法官事情，根本就是一个叛变。赖清德是民进党的主席，民进党主席所提出的人选被民进党的党团否决掉，而且说投他要开除党籍，这不是公开叛变吗？我觉得这有一个原因。现在赖清德的这个统御之术，可能要想一下，是不是很多人真的对他心生不满？蓝轩借题发挥，我就觉得这会不会是真的只是一个个案而已嘛？还是赖清德跟他们党内确实真的有些部分的话呢，他的缺乏一些沟通的跟互信的管道？因为真的他就是打脸赖清德嘛，因为他在过去批评蔡英文也好，批评陈时中、批评林志坚，又不是现在才批评，他之前就批评了，也提名了。对，所以赖清德不知道吗？所以有人才会去解释说，那这是因为他故意提一个骂小英的人吗？因为过去
去大家都觉得赖英之间确实是有很多的心结，所以他是不是故意的啊？所以他可能只没料到说，现在会有那么大的反弹到说不投票。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埋下了一个民进党内这个赖清德跟他派系之间的一个，我觉得继续的一个心结可以观察。但另外，我觉得这个刘静怡讲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在于说，因为有人问他说你会不会觉得被羞辱了？他说不是羞辱我，他说是羞辱现任的法官以及其他6个没有被提名的法官。为什么呢？因为代表就你不能够骂民进党嘛哈，就你看我骂民进党之后呢就不被你们都没骂，你们都是挺民进党的，你们都是只骂在野党不骂民，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真的很羞辱。你不是都说你是凭专业来提名这些大法官的吗？所以现在显然是来叶律师，没有啊，我觉得接下来的战场又会到那个宪法法庭去，所以我在想，民进党是不是有在考量说，如果刘静怡这一个过了以后，变成9个大法官，那刘静怡其实他坦白说做事情是真的不看党派立场，他是看他想什么，而且他又非常有说服力，他有可能因为接下来就是说，好，你要把新通过的宪法诉讼法停止效力，刘静怡可能会变成说服大家说这个事情做不得。所以民进党现在这8席，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我是可以控制。他们想要在总统公告以前就赶快就给他停止了，就是赶快因为申请公告就不行了，一个公告就按照新的法，要公告以后再去申请停止效力了，公告才有效力啊，对吧？效力才能申请啊。但是我们有定，公告要生效了，对啊，但是我们有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所以刘总统公告就开始了，国会改革那个事件他都有意见，总统公告就开始了。这个现在因为封杀刘静怡，其实让民进党基本上陷入整个进退失据的状况。刚刚伟山讲好，当然希望总统赶快提名新的人选，大家重新进入新一轮的审议。但柯建铭总召在党团的发言，基本上让这件事情变得不可能。原因是这样，因为他讲说骂民进党的人没有办法处理嘛，那变成说你一定要提党性很强的人，才有办法通过民进党党内的考验。但其实在野党的立场其实非常清楚，你必须要提中性并且符合民意期待的大法官嘛。那这样就变成，你如果提了中性的大法官，对不对？在野党有机会支持，民进党反对；你提了党性很强的，在野党会反对，就变成因为你不能骂民进党，反而成为变相瘫痪宪法法庭的元凶。这个问题要赶快把它解决掉，要不然大法官会选不出来。你讲3个蓝不好，讲3个绿不好，我们今天干这样，这样很公平吗？这样思考。我觉得是民进党提这几个大法官，就是故意不让他过的嘛，就是故意来撞车的嘛。他根本不觉得说提姚立明怎么会蓝白会支持？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他就是弄一个局让大家去对撞。那我觉得刘静怡是变一个